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隐形富婆杨紫住4000万豪宅，因人缘好被称男星提款机。没想到杨紫原来在娱乐圈中是个隐形富婆。早在10多年前，她以4000万的价格在北京买了一套价值4000万的顶级豪宅，显然是个物价不菲的地方。日常出行时，她开豪车或超级跑车，甚至一些男演员都把她当成提款机，只要没钱就向她借钱。这位低调的小富婆曾经早年拍戏时遭到换角，同时情路也颇为坎坷。因宋丹丹的一句话，差点使她失去了继续追求演艺事业的信心。那么杨紫到底有多富有呢？她在成名之路上经历了什么？她是如何重新获得成功，成为行业的领导者的呢？请各位观众点个赞，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在社交媒体上，杨紫展示了自己新买的耳钉，耳钉上一个是豹字，另一个是富字，这表明杨紫想获得财富。但事实上，杨紫并不需要钱，因为她的好闺蜜乔欣过生日时，杨紫直接发了一个价值4万元的红包，这非常慷慨。杨紫的日常生活水平十分高端，当她想要吃水果时，会直接花费600元购买3个火龙果。逛街时，她不开价值900多万元的大奔或500万的奔驰保姆车，而是选择开自己钟爱的座驾保时捷帕拉梅拉，甚至为了为自己的爱车挑选一个3个8的车牌号，她不惜花费7位数的代价。平时杨紫参加各种活动的时候，穿着都非常低调，但是依旧散发着奢华的气息。她戴着价值高达8万的手链和价值近60万的耳环，轻松搭配精致的造型。早在10多年前，为了让父母住上大房子，杨紫就花了4000万在北京买了一栋4层顶层豪宅，非常显眼。这栋豪华的大别墅不仅外观富丽堂皇，内部装修也相当豪华，华丽繁复的灯光、柔软的地毯、精致奢华的家具，无一不彰显着它的高价。甚至很多男艺人都把杨紫当成了赚钱的机器。当被问及缺钱找谁时，张一山和程毅都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杨紫。程毅还断言，就算他需要更多的钱，杨紫也会借给他。在接受采访时，主持人刁难牛俊峰，询问他找人借钱的情况。对此，牛俊峰直言杨紫会是自己的选择。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很多男演员都向他借过钱，但杨紫早年几乎是放弃了演戏。那一年，杨紫7岁的时候，机缘巧合下被所以出山剧组选中，出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影视作品。杨紫2000年参演马景涛、宁静主演的《孝庄秘史》，饰演萧婉如一角。那时她比较黑，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2004年是杨紫12岁那年的高光时刻，凭借喜剧《少女日记》获得中国电影男牛奖优秀童星奖。知名童星，家有儿女下后期开拍，杨紫继续饰演夏雪一角。电视剧播出后还是受到了市场的欢迎，无论是口碑还是收视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剧组开始拍摄第3部，杨紫本该继续出演的，结果却意外丢掉了这个角色，换人了。当时投资方的女儿想要在电视剧《夏雪》中扮演主角，于是导演让杨紫仓促离开剧组。尽管事实上杨紫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是剧组后来对外宣称杨紫因为要备考中考而拒绝继续出演。当时纸质媒体占主导地位，而网络技术尚未发达，这样的说辞成功地欺骗了所有观众。多年后，杨紫在一档节目中透露了自己当年被剧组赶走的经历。那段时间，她陷入了困惑，不确定是继续坚持演戏还是放弃。最终，她选择向宋丹丹寻求建议。宋丹丹告诉杨紫她不够漂亮，不能成为演员的时候，杨紫非常受伤，几乎放弃演戏。但是她的父亲不忍看她失去梦想，带着她一个剧组一个剧组的奔波，继续追逐演艺梦想。杨紫于2010年考入北影后，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会出演任何一部能够参与的戏剧，先后扮演了很多不怎么重要的配角。直到2016年，随着《欢乐颂》和《青云志》的热播，杨紫终于红了起来。杨紫因出演《香蜜》一部剧集成功跻身顶流，戏约不断，还登上了央视，成为了欢瑞一姐。然而2021年，她解除了与欢瑞的合约，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并开始担任老板。目前名下已经有3家公司。
尽管杨紫的事业非常成功，但是她的感情经历却非常坎坷。在2017年拍摄《泡沫之夏》时，男女主角秦俊杰和张雪迎一起在剧组喝了一碗胡辣汤，并被拍摄视频曝光。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舆论反响。请大家继续往下看，也请给这篇文章点个赞。2016年拍摄电视剧《青云志》期间，杨紫和男演员秦俊杰因戏生情。之后，他们在电影《龙珠传奇之无间道》中再次合作。2017年2月16日，杨紫在社交平台公开了恋情。之后，杨紫曾经隐晦地暗示想结婚，所以外界一度以为二人快要结婚了。2018年8月12日，杨紫、秦俊杰工作室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人和平分手，其中还涉及到另一名女性的出现。杨紫现在虽然已经31岁了，但是她很庆幸有张一山这样真诚可靠的朋友，对她来说也是莫大的幸福。在娱乐圈里，明星夫妻之间的情谊还不如神仙情谊，比如陈坤和周迅、任泉和李冰冰、何炅和谢娜、任重和高圆圆，还有杨紫和张一山一对纯洁的友情被大家所熟知。曾经，张一山对杨紫表达过这样一句话：就算所有人都抛弃你，我也会站在你的身边，不会背叛你。起初，很多人认为这只是陈词滥调，但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事实。最美的誓言。张一山和杨紫是在《家有儿女》中认识的。虽然张一山在现实生活中比杨紫大几个月，但在剧中饰演一对姐弟。后来，他们一起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了同学。不过，由于两人都是童星出身，转型之路异常艰难。历尽沧桑，他们终于再次走上成功之路。但无论发生什么，他们的情谊始终如一。曾有人这样形容杨紫和张一山的关系：青梅竹马的天花板。两人的日常互动十分随意，就像是开心的朋友。在节目中，他们不惜自嘲，模仿对方的表情包，甚至还不止一次的互相嘲笑。哪怕彼此最孤单寂寞，他们也总是在第一时间陪伴对方。有很多人遗憾，杨紫和张一山只是友情而非爱情，但相较于短暂的爱情，友情更为长久。对他们来说，做好朋友是最好的选择。语义没有变化，句子成分没有增加或减少。对于杨紫和张一山这段不朽的友情，大家怎么看还不得而知。本期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02，赵丽颖多部作品遭恶评，杨紫家有儿女也没逃过。在娱乐圈，粉丝和艺人一直都是相互的。之前网友也讨论过这样一个话题：粉丝的行为到底该不该艺人出钱？但其实该不该，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艺人会受到影响。牵连。最近有网友发现女演员赵丽颖和杨紫的很多作品都被莫名其妙打低分。喜欢这两位演员的朋友都知道，目前他们并没有新剧在播，所以很多打低分的行为都是针对他们过去的一些作品，这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行为。此前有很多艺人都曾经历过作品被黑的事情，尤其是一些热度比较高，而且有一定流量的演员，他们的作品在刚上映的时候就会被黑粉盯上，随后大量负面的评价铺天盖地。但是作品在说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又被莫名其妙的打低分，这样的事情还是比较少见的，除非是此时这位演员的粉丝和其他家艺人的粉丝有争执，双方才会迁怒于作品。目前来看，这两位女艺人应该就陷入了所谓的饭圈之争中。赵丽颖的粉丝晒出赵丽颖的《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以及过去主演的一些古装剧都被打了低分。评论中很多负面评价都是与内容没有太大关系的，而且一眼就能看出这些打低分的人应该没有完整的看过作品，他们更像是在完成某种任务。除了赵丽颖之外，杨紫也没能够逃过这样的事情。让网友们都觉得离谱的，杨紫主演的《家有儿女》都被刻意打了低分。《家有儿女》这部剧可以称得上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估计很少人能够找出这部剧的负面影响。杨紫出演这部剧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当年她在这部剧中展现了超高的演技天赋，也为她如今进军影视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前，不少网友认为这部剧是她永远摘不掉的标签，但从这几年的作品来看，她已经逐渐适应了各种角色，也在不断突破自我。杨紫能有今天的成就，
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有一定的天赋，所以大家在看杨紫的作品的时候，会有一种很自然灵动的感觉。赵丽颖和杨紫是85后的女艺人，因为她们是90后女艺人，所以她们是现阶段影视界的顶梁柱。她们不仅有流量，还有作品和实力。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同期艺人之间的竞争压力比较大，很容易引起粉丝之间的纠纷。这类问题在娱乐圈很常见，无法避免。这主要取决于艺术家、团队如何处理它。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粉丝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预谋和引导的。在娱乐圈，一个艺人如果太低调，就很难有一定的话题度和流量；但是如果太高调，就会成为大家的最爱、攻击的对象。想要把这件事做好，在娱乐圈里保证一定的口碑和一定的流量是非常困难的。最后还是要看艺人和团队想要什么。03，肖战射雕首次亮相华表奖，雄鹰之歌激起无数人热血。华表颁奖典礼星光熠熠，徐克导演尚未到场，但由其执导的《射雕》在颁奖礼上被推荐入围重点档期，压轴登场。光是一张海报，再加上叽叽喳喳的云朵声，气氛就满满的。不仅是现场的明星，通过手机或者电脑观看直播的观众，都有一种激动和兴奋的感觉。官宣肖战出演《射雕》后，不少人跳出来唱衰，认为经典不可逾越。不过，无论是徐克还是肖战，都是那种迎难而上、知难而进的人。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骨子里有浪漫情调的人。现在徐克带领《射雕》全体演职人员开始了艰苦却又有趣的集训，每天10多个小时，在炎热的天气里骑马射箭，翻滚，那种艰辛，如果没有一颗执着坚定的信念，只拍了1-2天就打退堂鼓了。肖战以前拍戏的时候吃过各种苦，现在为了演好郭靖，这些苦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了。相信经过高强度刻苦的训练，肖战不仅能完美诠释郭靖的英雄气概，也能打动所有当初不看好他饰演郭靖的人，未来会接获更多武侠角色。电影机会，令狐冲、楚留香，希望肖战能在荧幕上留下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侠客形象。徐克和肖战都是工作而不迷恋生活的人，都是追求极致浪漫的人，很容易领悟金庸小说的精髓，合作时擦出璀璨的火花。纵观郭靖一生，他有着为国为民的正直胸怀，学的绝世武功，既有侠义又有柔情，有沙场激战，有各路高手巅峰对决，有孤帆远影，有碧海潮汐，有桃花岛春暖花开，却永远等不到那一对再次在一起。王于国之神仙夫妇。主持人还强调，徐克、肖战的《射雕手向阳》的切入点很新颖、很独特，重塑了对武侠的向往，让更多的年轻观众爱上了武侠电影。如今，肖战和徐克谢绝一切公开活动，为这部寄托了无数人梦想的电影全力以赴。83版的《射雕》虽然很经典，但是一是出发点和拍摄角度不一样，二是每一代人对金庸小说的理解都不一样。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典作品不仅质量很平庸，而且很多概念也很混乱。徐克的作品以夸张、奇幻为美着称，却能淋漓尽致地突出金庸武侠小说的精髓。而肖战不仅颜值高、古装古今、刚毅倔强的外表也自带一种洒脱。他们对自己也极其严格，做事严谨，完全相信两人的合作会产生一部惊天动地的作品。一张海报，一声叽叽喳喳的叫声，已经让人感受到刀光剑影的情怀。相信当这部电影上映时，观众一定会深深沉浸在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怀中。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